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3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93.13，收盘价是193.88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价是在195.29。最低价是在189.44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237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25倍量增。KD 值，快线转折向上，并且上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。MACD 开口略有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继续出现微小的绿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多头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2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是一根典型的蜻蜓线，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突破后的横盘中。那蜻蜓线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这根蜻蜓线，它的收盘价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那也就是说，确认了前一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锤子线，是一根止跌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根蜻蜓线的收盘价确认了前一日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对。那我们也会看到，在3月29日，成交量是呈现的量增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后续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。那日后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那我们说，将确认这根蜻蜓线是继续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那后续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上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84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另一个可能呢，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92附近。那实际在3月29日收盘价是在193.88。那我们预测的反弹啊，和实际发生的反弹在点位上是有一些差别的，但是呢，它的本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说，当日在抱有大的成交量，然后收盘价再站上前高，又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后续呢，股价是有继续上行的愿望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3月30日和日后的交易日来说，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是上方的200关口。那么站上200关口会继续维持现在的头高底高的多头趋势。那在到达200关口之前，我们说从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95，一直到200，在这个区域都是强压力。好，那么如果股价后续能够站上200关口呢，
那接下来的目标我们会看到就是上方的211和217，那站上这两个位置呢，那股价将会开启一波新的上涨行情，去测试3号趋势线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如果在3月30日出现下行，那下方的第一个目标将是3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在185这个位置。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这是前一日我们定义的观察线。好，我们把它下调，然后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那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85。我们说一下理由。那185是我们会看到是3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和3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这两根 K 线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定义出来的一个横盘区域。也就是说，在经历5个交易日，股价出现了回档之后，在3月29日出现了反转向上，也就是反弹，收盘价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那这样一来，这样的一个横盘的区域被确认。所以目前股价如果出现下行，那它首要的目标应该是185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确定185这个目标的理由。好，那么在到达185之前啊，我们说各条均线值，包括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值，是在189，都将成为支撑。那如果185被跌破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76，也就是说3月20日和3月21日这两根齐涨 K 线的最低。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176被跌破呢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4这条水平线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。那对于3月30日盘中，我们还要给出一个观察位，就是在195。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到195。195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。那在盘中呢，我们要关注195，也就是如果股价能够在盘中是在195上方运行啊，很可能会收在高位。那如果收在高位，站上了蜻蜓线的最高，会有利于股价后续继续上行。如果在盘中股价是在195下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收在低位，也就是继续出现横盘，或者也有可能会出现下行。所以3月30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195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先说2个多头的仓位，一个是在3月14日收盘强反弹进场，是5%的仓位，到了3月21日是10%加仓，然后一直到3月29日，我们会看到当日收盘在高位，并没有跌破我们设定的止损位，是在186。对。那么到了3月30日，我们将从186这个止损位要提升一个点，提升到187。
那提升到187，就是我们要目前的止损，我们要守20日均线值。那在3月30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呢，是在187附近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仓位。第二个仓位是在3月21日的收盘价进场抢反弹，是5%的仓位。那它的止损一直是设在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和当时这个缺口的下沿，实际上也是3月20日的最高，是在186。好，那么到了3月30日，我们说，这个抢反弹的仓位呢，我们的止损位依然是同样也是从186要提升到187，对，我们守20日均线值。那我们等待的是后续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呢，那我们继续去加仓。好，这是2个多头仓位的操作建议。那在3月30日，或者我们说在3月29日的收盘价这个位置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场呢？我们说在技术上，虽然这是一根蜻蜓线，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然后呢，收盘价又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确认了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同时，它在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通常我们如果当日的成交量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2倍以上，那么我们就会把它称作叫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这些技术指标呢，都可能会支撑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的，但是，我们的分析是在技术上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的，因为目前这根蜻蜓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一个盘整的区域内，它并不是处在一个低位，对，所以虽然各项指标，都是说明可以进场的，但是目前这个蜻蜓线的位置是不适宜进场的。那我们只有等待股价突破了这个横盘区域，比如说上方突破了200之后，才可以进场做多。那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可以抢反弹呢？我们说也是不可以的。因为在这个位置，股价随时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，也就是比如说在3月30日有可能会反转向下，收盘价在这个蜻蜓线的最低的下方。那在这个位置只要进场，我们一定会如果在蜻蜓线的收盘价进场，那我们一定是守蜻蜓线的最低的。所以一旦3月30号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，跌破了蜻蜓线的最低，那一定是被止损出场的。所以这个位置无论是进场进场抢反弹，还是说想加仓，都是不可以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不可以进场的理由。那同时我们还想再进一步说明一下，就是前面的视频我们曾经提到过，目前在这个盘整区啊，那股价有可能会是一个多空双杀的一个走势，也就是它有可能会出现上涨，然后再下跌，那也有可能会出现下跌之后呢再上涨，所以目前我们会看到，下跌之后现在是出现了上涨。也就是反弹，各项指标都是指向向上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要谨防股价可能会出现下跌，对，所以最好是没有动作，然后我们目前守好我们的止损位，就是20均线值是187，如果我们有仓位的话。那我们
等待上方突破200之后呢，再结合情况考虑进场或者是加仓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操作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对于空头，在3月30日，我们说从195一直到200这个区间，都是空头的进场或者是加仓的位置。那么他们的回补位呢，将会由在前一日我们说的是197，会提升，会降低到200，因为他们的方向和多头是反的，对，数值增加是实际上是在降低，那它的回补位会降低到200这个位置。好，所以从空头我们会看出，目前200关口依然是多空双方，或者从195一直到200关口啊，这是多空双方要争夺的一个位置。那如果股价出现上升，然后空头放弃了这个200关口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或者是在30日，或者是在之后的交易日，对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如果股价测试到200这个关口的时候呢，那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就是一个大幅的上涨，对。好，这是操作上的建议和规律，技术上的，对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30日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，我们说就是从195，或者我们分开，第一个压力位就是195，第二个压力位我们是从197看到200，是在这个区域，这是第二个压力位。第三个压力位当然就是上方的211。那下方的支撑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92一直到193，在这两个点位之间。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呢，是在191附近。所以，第一个支撑区间是从191到193。第二个支撑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189，第三个支撑是从187，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85，第三个支撑是在185到187之间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在3月30日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我们只给出一个预测是反弹，但是呢，这个反弹我们会给出2个收盘的位置。那第一个反弹是在高位，也就是它有可能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3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00关口，收盘会收在198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2.5的，是这个条件。好，这是收在高位。那另外一个反弹的点位会收在相对低的位置，那它有可能是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
最低会回踩到192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9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4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收在蜻蜓线最高的下方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9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低位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